曹魏的3路大军攻伐蜀汉，刘禅和姜维是如何应对的？邓艾和诸葛绪的6万大军为何没能挡住姜维，让其进驻了剑阁关？钟会的10余万大军为何无法攻破姜维的3万守军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灭蜀之战上集，姜维据守剑阁关。263年8月，司马昭调集了18万大军，兵分3路南下，对蜀汉发起总攻。第1路由征西将军邓艾率领3万人马从狄道出发，目标是牵制驻守榻中的姜维。第2路由雍州刺史诸葛绪率领3万人马，通过岐山道前往阴平桥头，目标是切断姜维前往汉中的退路。第3路由镇西将军钟会率领10多万主力，从长安出发，兵分2路，从包斜道和倘洛道进攻汉中。同时任命魏冠为监军，持节监督诸军。姜维得知曹魏的18万大军来袭后，连忙给刘禅上表，请求派遣张翼驻守阳安关，派遣廖化驻守阴平桥头。结果刘禅找来商议的人竟然是宦官黄皓，而黄皓信奉鬼神巫术，问卦之后的结论是魏军不会攻来，陛下尽管放心。可叹的是，刘禅竟然相信了鬼神巫术，将如此重大的国家存亡之事就此搁置，导致蜀汉的大臣们对于曹魏出兵之事一概不知。等到钟会的大军进入倘洛道，邓艾率军向榻中袭来的时候，刘禅方才感觉大事不妙，连忙派遣张翼支援阳安关，派遣廖化前往阴平桥头。可是由于耽搁的时间过长，他们已经无法在敌军到达之前赶往目的地了。不久之后，钟会的10余万大军陆续进入汉中，他让李辅率军攻打邺城，让荀凯攻打汉城，他自己则亲率主力准备前去攻打阳安关。临走之前，他派人祭拜了诸葛亮，并且下令所有将士不得在诸葛亮的墓前砍柴牧马。之后他让护军胡烈率军先行前去攻打阳安关。驻守阳安关的蜀汉将领是傅谦和蒋舒，蒋舒曾是蜀汉的5星都，由于无所作为，被朝廷贬职，成为了傅谦的副将，他便对此事一直怀恨在心。得知胡烈率军前来，他就对傅谦说，魏军大举前来，我们必城自守，恐怕不是良策吧。傅谦说，我们奉命守城，只要守住城池便是功劳，如果违命出城，一旦兵败，不仅辜负了朝廷，而且死而无益啊。蒋舒却说，你以守住关城为功劳，我以出战破敌为功劳，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各行其志。说完，他便率领属下出城。傅谦以为他要出城迎敌，结果蒋舒出城之后就投降了魏军，并且炸开城门，带着魏军冲入了关城。傅谦见状，立即组织抵抗，最终傅谦力战而死，阳安关失守。钟会得知后非常高兴，他让李辅和荀凯各率1万人马继续围攻邺城和汉城，其余人马则由他亲自率领，直奔剑阁关。再来看西线战场，此时邓艾已经率领大军到达了榻中附近，他命令天水太守王齐、陇西太守千红、金城太守杨曲分别从东西北3个方向进攻姜维。姜维得知钟会已经进入汉中，担心汉中的将领防守不住，因此他想尽快前往汉中坐镇指挥，不想与邓艾纠缠。于是他连忙率军后撤，准备退往阴平郡，可杨欣等人紧追不放，姜维边战边退，准备前往阴平桥头。然而诸葛绪的中路军已经抢在了廖化的援军到来之前，占领了阴平桥头，挡住了姜维的退路。阴平桥头位于今天甘肃省文县的玉垒乡，白龙江和白水江汇合于玉垒关，通往玉垒关唯一的渡桥便是阴平桥头。姜维自知强攻难以取胜，而且邓艾的大军还在后面追击，于是他便诈称要从孔函谷进入北道，切断诸葛绪的后路。诸葛绪得知后非常恐慌，连忙率军后退30里，准备迎战姜维。然而姜维得知诸葛绪退兵后，立即掉头奔向阴平桥，并且顺利地渡过了阴平桥头。诸葛绪这才发现上当了，连忙率军追击，可是已经追不上了。至此，邓艾与诸葛绪的6万精锐未能将姜维牵制在榻中。姜维与廖化的军队会合后，便退往了白水关，
又与张毅的援军会合后，准备前去救援汉中。得知阳安关已被钟会攻破，姜维立即决定前往剑阁关挡住钟会。不久之后，钟会果然率领10余万大军到达，并且立即下令发起攻击。然而，一连攻打数日，剑阁关竟然纹丝不动。剑阁关位于今天四川省剑阁县的城南15公里处。从汉中南下巴蜀，最便捷的道路便是金牛道，而剑阁关就是金牛道上最重要的关隘。剑门山从中间断裂，分为大剑山和小剑山，两山断裂之处是营盘嘴，营盘嘴的两边是宽约50米的峡谷隘口，其状如门，名曰剑门。诸葛亮在任时，在这里垒石为关，修建了剑阁关。剑阁关的特点是北陡南缓，北坡是非常陡峭的悬崖峭壁，不仅攀登难度大，工程器械更是无用武之地，而且由于隘口狭窄，容纳不下钟会的10几万大军集中攻打，兵力的优势就发挥不出来。而南坡则相对平缓，守军可以顺利的运兵和运粮，关隘以南还有大片的平地，适合屯田，使剑阁关具备了耕战合一的条件。关隘两边还有取之不尽的石头，可以制成滚石，用以攻打进攻的敌军。东边虽然也有隘口，但更为狭窄，只有不到20米宽，不仅乱石嶙峋，无法供大军通行，而且虫蛇众多。最为狭窄之处，同样筑有关隘和敌台，防止敌人从这里绕过剑阁关。李白曾在《蜀道难》里写道：“剑阁峥嵘而崔嵬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”因此，剑门关变成了扼守金牛道的咽喉，历来就有打下剑门关，犹如得四川的说法。至此，钟会的10余万大军被阻挡在剑阁关下，寸步难行，后面的越城和汉城也久攻不下。至此，姜维敛兵拒谷的策略终于起到了作用。此时魏军的处境是攻关不克，也无散谷，千里运粮，将士疲困。再这样下去，军粮供应不上之时，魏军只能撤兵而回。可他们一旦撤兵，蜀军就会从各个关隘冲出，将魏军围在汉中关门打狗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钟会最后一次发起总攻后，剑阁关依然稳如泰山，他便给姜维写信劝降，可姜维根本不予理会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与诸将商议，准备尽早退兵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邓艾却给他来信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战术。他准备从阴平郡出发，通过阴平古道前往德阳亭，即今天江油市东北的雁门坝附近。到时候，如果姜维从剑阁关派兵阻击，钟会则可趁机攻破剑阁关；如果姜维不支援德阳亭，则德阳亭必破，不仅能切断姜维的后路，还有机会直取成都。钟会看后觉得此计可行，便同意了邓艾的计谋，让他立即出兵前往。邓艾挑选了万余精兵，邀请诸葛绪和他一起出兵，可诸葛绪却说他只负责阻拦姜维，并没有接到出兵成都的命令，因此断然拒绝了邓艾。邓艾只能率领自己的万余精兵前往，诸葛绪则率领自己的部下前往剑阁关，与钟会会师去了。然而当他到达剑阁关后，钟会立即以诸葛绪畏缩不进为由，给朝廷密报，并将他用囚车押往洛阳，诸葛绪的3万大军则全归钟会统领。就这样，邓艾率领自己麾下的万余人，走进了700里荒无人烟的阴平古道，也走向了通往武庙72将的行列。那么诸葛亮之子诸葛瞻率领着数万大军，为何挡不住邓艾的万余人？姜维的大军毫无受损的情况下，刘禅为何要向邓艾投降呢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钟会的10几万大军被姜维阻挡在剑阁关，寸步难行，正准备退兵之时，邓艾却提出了奇袭之策。那么邓艾是如何通过700里无人区的？诸葛瞻率领数万人马，为何挡不住邓艾的区区万人？姜维大军毫无受损的情况下，刘禅为何要向邓艾投降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灭蜀之战下集，刘禅向邓艾投降。263年10月，姜维被钟会牵制在剑阁关，邓艾便准备沿着阴平古道突袭后方。同时，钟会派遣部将田章率军西进，配合邓艾。邓艾所走的阴平古道的起点是阴平郡的治所阴平县，即今天甘肃省文县的胡一坝。此路不仅高山险阻，而且人迹罕至，不适合大军通行。
他们一路凿山开路，修栈架桥，越过荒无人烟的险域后，来到了摩天岭。摩天岭的北坡和西坡较为平缓，而南面则是悬崖峭壁，道路无法通行，大军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。就在这时，只见邓艾身先士卒，用毛毡裹住了身体之后，便滚下了山坡。见主帅都已经下去了，将士们只能跟着滚山而下。之后，大军继续出发，经过京川县境内的唐家河后，来到了南面的洛伊沟。然后，他们向西行进，来到了马转关，翻山越岭之后，到达了今天平武县高孙乡境内的净居山。净居山往南便到达浮水，浮水是嘉陵江右岸最大的支流，发源于岷山主峰的雪宝顶，因流经浮城而得名浮水，即现在的浮江。邓艾率军顺着浮水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江油关。至此，他们一共行进了265公里。由于当时以360步为1里，因此现在的1华里约等于三国时期的1.33里，全长便是705里，与《三国志》记载的700里基本相符。江油关位于今天平武县的南坝镇，四面环山，浮水从中流过，是与剑阁关相齐名的天险，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防御重镇。江油关分为北关和南关，浮水之上的明月渡将两关相连，也是附近唯一的渡口。此时驻守江油的蜀汉将领是马邈。邓艾到达江油关之前，钟会派遣的部将田章已经提前到达了江油附近。马邈得知后，立即派遣3000多人在半路伏击，结果被田章打败，只剩下数百人逃回了江油城。就在这时，邓艾如同天降神兵一般，突然出现在了江油。马邈自知不敌，只能献城投降。刘禅得知江油关失守的消息后，大为震惊，连忙派遣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为主将，率领着张飞的孙子张遵、黄权的儿子黄崇、李晖的侄子李求等人，督军数万，前去抵抗邓艾。此时，南中都获益，请求率军北上支援。但刘禅认为诸葛瞻的军队数量远超邓艾，应该是万无一失的，于是就没有批准获益的请求，只是让严羽率领2万兵马从永安出发前去支援。邓艾此时虽然成功地穿越了700里无人区，并且控制了江油关，但也已经是强弩之末了。而且既无援军，又无粮草，面对蜀汉数倍于自己的兵马，处境是非常危险的，一旦战败，便有全军覆没的风险。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诸葛瞻率领数万大军到达涪城之后，却止步不前了。黄权的儿子黄崇多次劝他应该迅速抢占险要地势，不能让敌人进入平原，可诸葛瞻犹豫不决，没有采纳他的意见。黄崇被气得失声痛哭，诸葛瞻依然不为所动。邓艾见状，立即率军出击，向蜀军的数千名前锋展开了激战，结果蜀军的前锋不敌，战败而逃。诸葛瞻得知后，并没有命令大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剿灭邓艾，而是率领全军退往绵竹，将涪城拱手让给了邓艾。邓艾进驻涪城之后，获得了充足的补给，而且从此之后再无天险阻挡，成都就在眼前了。他派遣使者给诸葛瞻送信说，如果你愿意投降，我将立即上表封你为琅琊王。诸葛瞻大怒，立即斩杀了邓艾的使者，命令大军向魏军发起攻击。邓艾则命令自己的儿子邓忠从右边包抄，命令师纂率军从左路包抄。然而蜀军毕竟人多势众，邓忠和师纂抵抗不住，战败后退回涪城，对邓艾说道：“蜀军人数众多，不可战胜。”邓艾愤怒地对二人吼道：“生死存亡之际就在今天，哪有什么可与不可的？”说完便准备将二人斩首，最后告诉他们说：“如果还想活命，只有将功补过这一条路可走。”二人不得已，只能再次披甲上阵，率领属下的将士们拼死厮杀。蜀军终于不敌，开始溃败。可魏军此时已经杀红了眼，怎么可能放他们逃跑呢？最终，诸葛瞻以及属下的将领黄崇和张遵以及李求等人全部战死。诸葛瞻的长子诸葛尚叹息说：“我们父子享受的朝廷恩惠众多，却没有尽早斩除黄皓，以至于惨败，以后还有何面目继续苟活？”说完便冲入敌阵，被杀身亡。至此，守卫成都的最后一道防线彻底崩溃。消息传回成都，刘禅震惊不已，连忙召集群臣商议。
有人认为蜀汉与东吴是盟友，因此应该立即投靠东吴。但光禄大夫乔州认为，大国吞并小国是客观规律，蜀汉不保之后，东吴也将被曹魏吞并，到时候陛下将要再次受辱，与其受辱2次，还不如直接投降曹魏。有人认为应该逃往南中避难，可乔州认为，如果投奔南中，就应该早做准备，现在大敌当前，人心浮动，恐怕出发之日就会发生不测之变。最终，刘禅采纳了乔州的建议，决定直接向邓艾投降。刘禅的第5个儿子刘慎请求死守成都，但刘禅不同意，刘慎便杀掉自己的妻儿后自杀而亡。接着，刘禅派遣驸马都尉邓良、张飞的次子张绍以及主张投降的乔州前去向邓艾请降。当他们走到洛县，即今天四川省广汉市的时候，迎面遇到了邓艾的大军，乔州便主动呈上喜寿和降书，请求投降。邓艾非常高兴，立即同意了他们的投降请求。之后，率军抵达成都城北。刘禅率领文武百官抬着棺材，将自己绑起来出城投降。邓艾亲自为他解开绳索，烧掉棺材，率军进入了成都城。至此，成都彻底沦陷。接着，刘禅派遣蒋显前往剑阁关，命令姜维立即向钟会投降。此时，姜维正在赶回成都的路上，他得知诸葛瞻兵败后，连忙率领将士们退往巴中，准备救援成都。钟会则趁机占据剑阁关，然后率军到达涪城，接着他便派人分路追击姜维。当姜维走到蓟县，即今天四川省三台县七江镇的时候，遇到了蒋显，才得知刘禅已经投降，并且命令他立即投戈卸甲，向钟会投降。将士们得知后，纷纷拔起刀剑，挥砍石头，以发泄自己心头的愤怒和不甘。可是皇帝都已经投降了，再有不甘又有何用？姜维只能率领将士们向钟会投降。这一年，钟会39岁，姜维已经62岁了。所幸钟会非常欣赏姜维，与他出则同车，坐则同席，并对长史杜预说道：姜伯约和中土名士相比，诸葛诞和夏侯玄都比不上他。接着，钟会下令禁止将士们抢掠百姓，对蜀地的官员则礼贤下士，结交了蒋斌和蒋显等人，与姜维交谈甚欢。邓艾进入成都后，也约束部众，没有发生烧杀奸掠的事件，并且安抚百官，使他们赴任就业，受到了蜀人的拥护，一切都向好的方向发展着。那么，立下赫赫战功的钟会和邓艾为何没能善终，而且双双死于蜀地？姜维用了什么计谋，致使一计害三贤呢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